你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拿着本书，身后的黑板上还画着个木叶标记，看了一眼手上的班级名单，玉手洗红豆，宇智波之水，我这是成了木叶忍校的老师吗？这时，小女孩红豆站了起来，老师，你说今天要跟我们说木叶创立的故事，是真的吗？你点头，没错，这还得说回战国时代。在各大忍村成立之前，人界动人无比。这时有两个家族站了出来，一个是千手一族，一个则是宇智波。学生们纷纷举手，我知道，初代目筑前大人就是千手。而在大家叽里呱啦讨论的时候，你注意到一个小男孩表情失落，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明明都是木叶创始忍族，却没人记得宇智波呢？你双眼一眯，这小男孩好像有点眼熟啊！忽然脑海中响起了一个声音：检测到优秀学生宇智波止水，教师系统启动，收徒教导弟子，弟子实力增长，宿主可获得奖励。你惊了，教师系统，也就是说要是学生嘛。再次看向止水，这时他的面板出现了更新的信息：宇智波止水，潜力双 S 点，评价6道血脉，适合修炼火遁与幻术，潜力极大，适合收徒。原来这小子就是宇智波止水吧？那个双眼都是别天神的男人。好家伙，我是他老师，那不是现成的徒弟？可这时系统无情提示：收徒需双方认可，不可单方面收徒。不过宿主可以通过讲课获得基础结算奖励。好吧，就知道卡 bug 行不通，那就先来一轮基础讲课吧。咳嗽一声，为了保护家族后辈，千手和宇智波合力创建木叶，最后终结了战国时代。木叶飞舞之术，火意生生不息。正是有了前辈们的奋斗，才有了现在的我们。这种无私奉献，正是我们木叶的火之意志。学生们听了两眼放光，哇哦，我以后也要成为火之意志忍者，保护木叶。止水眼前一亮，感觉这个老师有点特别啊。讲课结束后，系统开始了结算。评价 A， 获得奖励感知人法，火系查克拉精通。等下课后，有人拦住你的去路，正是宇智波止水。老师，我能问你点问题吗？你说吧。老师，你刚课上说千手和宇智波共同创建了木叶，可为什么大家都只记得千手一族，却很少说起宇智波的功劳？你心中吐槽，千手筑间在木叶什么名声，宇智波班什么名声，这能比吗？随后开口，你应该只读过族内的一些历史吧？之所以变成这样，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短时间内很难说清楚。这样吧，你以后要是放学有时间就来找我，我和你讲一讲这其中的历史。毕竟我欠你们宇智波一族的恩情，就当是报恩吧。止水十分疑惑，你微微一笑。我的父母曾在一次战争包围中被一名叫做宇智波镜的忍者所救，虽然他们之后还是死了，但是救命之恩我一直记着。止水眼睛瞪大，宇智波镜这是他的祖父，没想到自己和萧凡老师还有这样一层缘分。不过他并不是嫌土豹的人没有生长之道谢。等他走后，你总监山体原主原本就是个孤儿，这么说当然是为了止水的好感度了。等你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一碰到老师吐槽，哎，真是倒霉，这4年2班，一个麦特凯，一个宇智波带土，两大吊车尾全在这个班，要怎么教？家里人还给我安排了明天下午相亲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呵呵一笑，我明天下午没课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带一下。等下了班回家后，一进院子就发现一个戴着动物面具的忍者站在院内，递过来一个卷轴。烦，这是团藏大人的最新指示。你点头，收下后，他转身离去。此时地逐渐涌入脑海，没错，这个世界的你是个孤儿，从小被根部收养，培养成才后就被团藏安排去了教书，目的自然是记录观察忍校的学生，注意是否有天才出现。而打开卷轴一看，上面就一行字：你班级上的宇智波之水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，关注他的举动，确认性格后对其进行评估。叹口气，团藏对宇智波的忌惮真的接近病态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火影办公室内，3代火影原分日展，看着水晶球内一脸严肃的你，很是欣慰。木叶飞舞之术，火意生生不息。这个根部的小年轻还不错，是个懂火着意志的人。团藏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实际上像你这样由根部培养出来但没进入根部名单的人，他早就知道了，还担任了忍者学校的老师，所以特地亲自查看了下。结果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个根部忍者第1节课就在讲火之意志，为学生树立责任意识，非常好。看看他接下来的表现，如果算个人才，那就让他脱离根部吧。另一头，当晚你看着镜子中自己舌头上的咒印，十分无奈。这正是每个根部成员必备的蛇祸根绝之印，好像除了团藏死亡，也没什么好办法解除了。不过这个老阴逼倒是惜命的很，平时窝在根部基地不出去，身上还可能带了复活币，实在难搞，还是得努力提升下自己的实力啊。与此同时，你发动刚获得的感知忍术，宇智波止水果然来了嘛！灵机一动，在域内一发好火球喷出，轰隆一声，巨大的火球将训练假人焚烧成灰烬。如约而来的止水一脸震惊，萧凡老师原来这么强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修炼了。你呵呵一笑，不碍事儿，我刚好结束。其实宇智波会变成这样，和你们曾经的族长宇智波斑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你应该听说过他叛变的事情吧？止水点头，族里历史说的是族长离开了木叶。你也摇头，如果仅仅是离开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接着，你将当年筑间和斑在中
冻结之谷的故事告诉了止水，当年要不是筑坚实力太强，可能木叶早就被宇智波斑给毁灭了。止水一愣，原来中间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吗？其实也有宇智波想努力改变这样的局面，比如宇智波镜就是其中最成功的存在。止水十分好奇，小范老师，你觉得宇智波镜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位有着火之意志的宇智波，他将自己化作桥梁，连接宇智波与木叶，缓解双方的矛盾。止水目光坚定，我也要成为祖父那样的宇智波。祖父，他有点尴尬，他不是先恩图报的人。小范老师，你不用太在意所谓的恩情，有空去祖父面前祭奠一下，我想他应该就会很高兴了。你呵呵一笑，救父母之恩，岂能不报呢？不如这样，止水，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弟子？他犹豫片刻，这小范老师会不会太吃亏了？可他又不想看到这种知恩图报的好人为难，随后点头。好的，小范老师。师徒关系建立成功，当前现任等级2，解锁徒弟修炼返还，授徒返还。你仔细一看，徒弟修炼返还就是弟子变强，你变强，信任等级关系的加成等级，而授徒返还则是送徒弟东西时，系统会随机返还一个奖励，信任等级越高，奖励越好，每天限定一次。想到这儿，递出一本手册，这是我总结出来关于火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的修炼手册，你拿回去看吧，我会定期检查你的修行成果。止水脸色一喜，谢谢你，小范老师，我一定会认真修炼的。已赠送弟子性质变化修炼手册，由于弟子十分感激奖励暴击，获得忍术火遁豪龙火之术，熟练。第二天，你依旧去班级上课，这回给其他人也丢了鉴定术，检测出来玉手血红豆潜力是 A， 钢子铁和神月出云潜力是 B 减。这一次讲课，系统奖励了你多重影分身之术。下午你走进4年级2班，我叫肖凡，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一节课。欢迎跟落，一个身影冲进教室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路上遇见了个老奶奶，帮了一下忙才知道的。你点头，如果是这个家伙，倒也正常。眼中出现了他的信息面板，姓名麦特凯，潜力 S， 适合修炼体术，推荐授徒。再看其他几个，宇智波带土，潜力 S， 6道血脉，有空间天赋，还有野原灵，潜力是 A 减。除了这些有名的角色，其他普通忍者的天赋都在 C 级、D 级。讲完课，系统奖励了体术、木叶旋风和查克拉形态变化控制。随后，你将带土和凯喊了出来。太挠头，肖范老师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呵呵一笑，你们两个的理论成绩可是让班主任非常苦恼。带土脸一红，不是我不想学，而是这些题目太难懂了。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关一起算，分别有几只啊？肖范老师，你有什么考试的秘诀吗？你点头，很简单，那就是刷题，边看边刷。你们可以把这一招当做应付考试的特训，而且如果你们考试及格了，我有奖励哦。带土十分好奇，什么奖励？一份团子吗？你摇头，我可以教你们忍术或者体术，指点你们修行，前提是你们1个月后的考试能够及格。两人瞪大眼睛，真的吗？这次我们一定能及格。很快到了周末，你带着止水来到一条偏僻小河旁，好火球，你已经修炼的不错。今天我教你一招新的火遁，双手一拍，瞬间张嘴吐出3条巨大火龙。止水眼前一亮，肖范老师好厉害，直接一个印就能吐3条。演示完后，你耐心讲解，这个忍术的难点就是瞬间将大量查克拉压缩成火龙的形状。原来如此，我懂了一点儿。随后手掌飞舞结印，火遁豪龙火之术，瞬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。你的表情是这样子的这又没开写轮眼复制，一下就学会 B 级忍术了。止水挠挠头，都是老师您教的好。你呵呵一笑，那我就再给你多演示几遍。就这样，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止水发现豪龙火的火光怎么格外的亮？哦，原来是天黑了呀。肖范老师的声音真温和，是不是有某种忍术技巧，居然能让人忘记时间？回去之前，你递过去一本册子，我将自己最近修炼查克拉形态变化的经验总结了一下，你回去多看看吧。止水鞠躬道谢，嘴上虽然不说漂亮话，但心里更加敬重了。老师才认识我4天，教学从不留手，真是个好人啊。看他离开的背影，你也笑了。没错，系统提示又爆金币了。你赠送了弟子形态变化修炼手册，由于弟子十分感激奖励暴击，获得忍术风遁压害。有了查克拉形态变化精通以及这个风遁，那就可以开始着手开发螺旋丸，甚至是螺旋手里剑了。我记得马上快要到止水的生日了吧，到时候爆个大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要是约定把带土和麦特凯带到特训场所，给他们发了提前准备好的卷子。这会止水也正好到了。肖范老师，这是他们是4年级的学生，我在给他们补习，你修炼你的，不碍事儿。忽然这会儿麦特凯大喊，老师我做完了。拿过来一看，你叹气，10道选择题就2道对了，凯有点尴尬。不好意思老师，我没事儿，不要因为自己分数低就怎么样，换个角度想，你的进步空间很大，从5分到25绝对比80到100容易。小伙子眼前一亮，哇，老师你说的对，我的进步空间很大哎。另一边，带土看着练习火遁的止水有点移不开眼，这条大火龙不愧是族里有名的天才，要是他也会这么一手，一定会让您刮目相看。你点头，可以看出有不少进步，昨天回去没少练习吧？嘿嘿，还是老师您的修炼手册对我帮助很大。
你笑了，那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吧。双手一拍，瞬间吐出3条巨大火龙，带图眼睛都亮了呀！这，小范老师好帅，好厉害！你咳嗽一声，别看了，快点做题。带图吓了一跳，我就是做题累了看一会儿。小范老师，你和止水是什么关系啊？微微一笑，我们是师徒关系。那要是我考及格了，你能教我刚刚那个忍术吗？当然可以。麦特凯一脸期待，小范老师，你掌握什么体术啊？你走到一棵大树面前，将查克拉捏去脚上，遇上木月旋风提出，啪啦一声，大树轰然倒地。怎么样？这个体术你喜欢吗？麦特凯眼睛一亮，简单、迅速、威力十足，这都满足了他对体术的所有幻想。小范老师几乎比教我这个。得到激励的二人疯狂自取试卷，片刻后，带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如果他逼急了，或许真的能发出一个大点的好火球，又或者一口气把5把手里剑扔中靶心。可不会的题目就是不会。不禁看向一旁的麦特凯，他们虽然当了3年多同学，但关系十分一般。以前他自认为自己只是有些偏科，但是其他的宇智波都太厉害了，才显得他这个不完美的宇智波是吊车尾。而麦特凯不一样，大部分课程都是倒数，是公认的吊车尾，可现在却比他表现出了更好的耐心，全心全意在攻克难题。想起有一次凯被嘲笑时说出的豪言壮语，我相信这样努力下去以后，一定能成为最强的体术忍者。也许和这家伙做朋友还是挺不错的，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对付那个可恶的卡卡西了。做完试卷，带图举手，小范老师，我们学了你的忍术后，是不是和止水一样，就算你的弟子了呀？你快憋不住笑了呀！你们想的话，那就是吧。带图嘿嘿一笑，那既然迟早都是弟子，不如老师你现在就教我们吧。拍拍胸口，我这绝不是不想学理论课，只是觉得这2个完全可以同时进行，你说是吧，凯？麦特凯也跟着点头，他也想早点学习木叶旋风，好去和卡卡西比试了。你呵呵一笑，那好吧，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。等一下我就教你们豪龙火和木叶旋风吧。带图十分兴奋，太好了，小范老师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小范老师，我一定会努力修炼你的体术。他们俩觉得自己今天真走运，又提升了理论成绩，还白得个厉害老师，赚麻了。是否和宇智波带土建立师徒关系？是否和麦特凯建立师徒关系？你十分满意，点击接受。没错，你们赚麻了，你们赢1次，我赢2次，今天又是双赢的一天。